管你是什么身份，我们的人生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但是要如何过完这一生才算是有意义呢？可能到了现在这一刻，你已经有了很多的经历和阅历，有的时候会开心，有的时候会觉得悲伤，但不管如何，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平凡里。那其实换个角度去看，活着可能就是在体验人生。但有一点是谁都避免不了的，就是从你出生的那一秒开始，身体就已经在衰老了，就像花跟草一样，最后一定会枯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活着就是一个走向衰老的过程，只是现在的衰老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都会觉得非常遥远。大家好，今天聊人为什么会衰老，我们有没有办法阻止衰老？那其实人体差不多是由37万亿个细胞组成的，它们通过周期性的分裂来维持身体的健康跟活力。但这些细胞它们也是有寿命的，不是那种可以无限分裂的，所以在科学界就把它叫做海弗里克的极限。因为人体的细胞差不多只能分裂50到70次，等到了这个上限的时候，就会进入衰老期，停止分裂。这是因为细胞每一次的分裂，在染色体末端的端粒都会变得短一些，最后就不能再继续分裂了。也就是说，等我们年纪变大的时候，这些细胞就会在体内走向凋亡。那到这个时候，也就代表着我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所以这些看不到的细胞它掌控了我们的一生，而变老的根本原因就是细胞的分裂能力在不断的衰退。但你想不到的是，在地球上还有一些生物，它们就打破了基因锁，没有被衰老给限制住。比如红色水母，那这种海里的生物，它们在成熟之后就会一直在海上漂浮，等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会吸收自身的触手沉入海底，再变成水螅体的形态。也就是说生命又回到了起点，重生穿越时再活一次。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就是不断的走向成熟之后再变成水螅体。而这种生物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不老水母，这也是为什么在他们的时间线里根本就不存在衰老的说法。那还有一种是我们都知道的神奇哺乳动物裸鼹鼠，因为它们有一种独特的抗衰老能力，再加上 DNA 的修复能力非常强，可以清除掉体内所有的衰老细胞。也就是说，这些裸鼹鼠它不会有明显的衰老特征。比如说，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视力、听力包括腿脚都会变得非常不灵活，但裸鼹鼠就不会像其他哺乳动物那样，在凋亡之前会有一个很长的衰弱期。那甚至在它们凋零的前1秒都不会影响任何的身体状态。而更神奇的是，普通的老鼠寿命只有2到4年左右，而裸鼹鼠却能活到30岁往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裸鼹鼠已经打破了哺乳动物的衰老规律。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一直都希望通过研究裸鼹鼠去破解延缓衰老跟对抗衰老的办法。因为对大部分的生物来说，衰老是一个不可能被逃避的过程。那虽然现在人的寿命已经可以活到80岁了，甚至更久，但衰老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就算你能活到100岁，体内的细胞还是每天的都会有损耗。就算可以通过一些科技去延缓，但衰老还是逃避不了的宿命。因为在人体细胞的设计图里，遗传信息就储存在 DNA 里，而 DNA 就藏在染色体中。而染色体它的末端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叫做端粒。我们的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变得短一些，时间久了，等端粒达到了阈值的时候，细胞就没有正常分裂的功能了，那最后也就变老了。这个过程它被认为是细胞的自我防卫系统，目的就是避免细胞变成能够无限增殖的癌细胞。那所以才说，端粒的长度决定了细胞分裂的上限跟次数，那这才是细胞衰老的真正原因。那还有一点， DNA 损伤或者基因被异常的激活，都会让细胞快速的进入衰老状态，目的就是为了清除那些异常的细胞。那甚至可以说，细胞的衰老也是生命的基本设计。那如果我们也可以清除体内的衰老细胞，那是不是就代表可以跟裸鼹鼠一样得到不老的能力了？哪怕是那种看着有点老，但身体里还都是新鲜的细胞，就算到了80岁也不会影响行动。这个想法听着很理想是吧？但现在的科学方向也真的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尤其是针对老化细胞的清除技术。那虽然这个想法听着很玄幻，但已经有了在人体上的成功案例。比如在有一个针对糖尿病患者的实验里，研究人员就使用了达沙替尼和胡皮素的组合，
就成功的减少了衰老细胞的数量。包括还有一个针对小老鼠的实验显示啊，只要阻断特定的酶系统，一样可以降低细胞衰老的数量，同时还能提升小老鼠的运动能力，并且延长寿命。那其实很多的实验都已经证明了，清除衰老细胞就是抵抗衰老的关键。那如果真的是可以这样，可能在某一天人类就真的可以实现长生不老了。还有一个疑问，衰老真的是我们的敌人吗？那其实从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还真的不是这样。因为包括任何动物在内，只要到了老年期，尤其是哺乳动物，在丧失生殖能力之后，不久就会凋亡。比如黑猩猩，它们的寿命一般就在40到50岁左右，所以它们就没有人类那么长的老年期。那甚至有个说法认为，人类能长寿，可能在3万年之前就已经有预兆了。因为我们早早的就进化出了适合老年人生活的社会特性，比如女性差不多在50岁左右就会进入绝经期。那如果按照黑猩猩来说啊，他们在这个年纪就已经凋亡了，因为之后的20到30年基本都是老年期，不能再繁衍后代什么的了啊。但在人类的社会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时间有非常大的意义。虽然女性失去了生育能力，但她们可以帮助抚养年轻的下一代。这就让刚出生的小孩，他们的成活率都变得非常高，让基因可以更好的延续下去。因为老年人他们的生活经验跟智慧一定不是年轻人可以比的，所以老年人没用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那这个观点就是祖母假说解释了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久的老年期。那假如有一天啊，我们真的可以不再衰老了，而且还一直都保持在年轻有生殖能力的状态下，那这就代表以后的世界再也没有爷爷或者奶奶了，所以上一辈的人就不会把经验和知识告诉下一辈，那是不是就没有传承了？这就会让自私和独占欲变得更强烈，再加上保持年轻的生育能力，一定就会带来人口过度的膨胀，面临的就是地球的资源不能再喂养地球这么多的人口了。最后，可能衰老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它是为了保持种群的稳定传承才被发展出来的规则，让生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繁衍、完成智慧传承的重要机制。所以健康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逃不开生命的法则，除了智慧跟知识，没有什么是值得传承的了。